差点被撞死。你设计的麻将不够灵活。我这设计的叫死活扣，越用力扣得越紧，不用力自然松开。肖大哥的腿使不上力，自然不会被拖拽。亏我还来急着告诉你。不过你们背负军营里面来了位神人，还有那个好吵。小薇，你吐血了，你真受伤了？伤哪儿了？你说话呀！你看不见了。若是你让任何人知道我眼睛有问题，我立刻杀了你。什么？得抄了你的妙手。我等定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助世子赢得3州。有世子领队，咱们不会输的。是啊，有世子在。怎么回事？抱紧我的腰，我带你上马。你若是信我的话，就只管牵马，让我做你的眼睛。好。小武衣我带走了。侧妃，新婚之夜，你家世子说好要教我骑马赏景的，结果这些日子不是在忙着改制，就是在和谈。来日演武场上生死未知，我可不想年纪轻轻就做了寡妇。所以今日它归我了，明日再还给你们。跳。灼灼，怀一腔赤诚，人不枉一生执着，手挥斥方遒，扶风起云涌，常怀想苍穹，矢志不忠，以命为守，勿忘，以魂招肝。这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复明，也有可能就此看不见。是。你九丈原受了这么重的伤，都快瞎了，还非要折腾什么改制、什么和谈，还非要自己亲自上场。这世间哪有你这样的疯子？上次你说有一种猛药，可以医治，会很痛苦，就是在拿寿命换眼瞎。用吧，必是容不得有失。等会儿，那个。你们真的不用再去外面找大夫看看吗？瑞生义是最好的大夫。来，会很难受，坚持住。针施完了，但待会儿会越来越疼。夏雨，你随便说点什么，让世子想点别的。
我能说点什么？说什么都行。那我给你讲讲我和阿茂的故事。你还是别说话了。那怎么能行？我得救你啊！我跟你讲我和阿茂第一次见面的故事吧。那个时候他可瘦了，阿父把他带到我面前跟我说，他以后就是阿父的学生。不过我那时候可不喜欢他了，因为我觉得是他抢走了我阿父，我还是更喜欢乐君。但是等他出去游学归来之后，那叫一个风度翩翩、风流倜傥、芝兰玉树。肤浅。你懂什么？阿茂对我可好了，我偷偷溜出去玩，他就在墙角下接我。我说我喜欢吃梨花糖，他就会去为我买。我说我想看看这世界，他说他也喜欢游历天下。我觉得他就像是老天爷知道我喜欢什么样的人，就特地把阿茂按照我想要的样子送到我面前。总之，这个天底下没有比阿茂更好的男人。我讲完了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说什么？发表一下意见啊！恭喜。可惜，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就嫁给阿茂了。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就嫁给长沙王了。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。那我和阿茂还要谢谢你。那可不。我去煎药，半刻钟后回来取针。好。佳宇，你说点让他开心的话。我和阿茂的故事不让人开心吗？我明白了，你孤家寡人一个，听到我和阿茂两情相悦的故事，内心肯定是不开心的吧？我怎么就孤家寡人了？行吧行吧，不拆穿你。你还是出去吧，我看见你头疼。你不说你看不见吗？但是怎么会头疼啊？是不是阿紫扎错了？出去。行，出去就出去。阿紫，今日市民之事需保密，我只好说是他陪我上山骑马的时候摔伤了，需休养2日。今夜世子不宜挪动，你守我守。要不你守。啊？我得再去研究研究脉案。阿紫，萧无一这脾气，我怎么照顾啊？而且我也要睡觉，我睡觉还打呼呢。世子15从军风餐露宿，过惯了苦日子的，别说打呼，打雷都无妨。醒了给点吃的喝的就行。世子很好养活的。那他喜欢吃什么？山楂糕，世子就爱吃酸的。你们俩手不行吗？世子不在，我们要替世子带领北府兵合练战术，脱不开身。世子倒下，多少也有操侍您那副马镫的缘故，你得负责呀。哎，行吧。大哥，快跑！大哥，阿娘。萧无一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也会在梦中恐惧难安吗？阿娘。阿娘。大哥。不让萧大哥上战场的人，不是你吗？谢佳宇，干嘛呢？女郎，有人在门口放了一瓶药，好像是王妃。王妃，您为何不进去看看萧无一？您不想知道他伤得如何，不想知道他在梦里喊的是谁吗？无疑心中藏着事情，他不想说，做父母的也不便问。
从前我以为是我阿母管束严苛，后来才发现，是因为关心则乱。我阿母若是知道我生病了，一定是会守在我的榻前等我醒来的。王妃，我不知道您和萧无疑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您为何与他疏远？但他方才在梦里，分明喊的是娘。不会喊疼的孩子不一定不疼。既然您担心他，那为何不直接告诉他呢？我想他半夜醒来，一定想要喝一碗鸡汤。王妃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怎么还是一边厚一边薄？因为你习惯用右手，右手力道更大，左手力道更轻，自然如此。你醒了，你能看见了？我听到的。嗯。山楂糕。萧无疑，除了眼瞎，你剩下4感简直通神了。还有鸡汤正在热着呢。比上次酸一些。我知道你爱吃酸的，所以没多放糖。专门给我做的。我又不爱吃山楂糕，这里又没有别人。你吃吧。左手再多敲5下试试。小薇，你神了！你光靠听就能听出来我用的是左手还是右手？你试试。右。右。右手敲左边3下，左手敲右边5下。这你都能听出来？因为你用力不均匀，左手敲右边时力道会更小一些。方才你只是敲了几下，对比还不够明显。当你双手一起，动作流畅之时，双手力道的区别就会更明显一些。战鼓声也分轻重缓急，便是如此。你为大哥新做了马镫和马鞍，皮革味道很重。是。你先别讲了，来尝尝这碗汤。这是？我到王妃院里挑了只最能蹦跶的老母鸡，专门让王妃给你炖的，好喝吗？我想，老王妃心中肯定是挂念你的，她应当也不会因为萧大哥的腿而恨你。你们母子心中有话，应当摊开来说，而不是在梦里问。谢佳云，你心悦于我吗？啊？我问你，你心悦于我吗？你胡说什么？既然没有，那你当自己是我什么人呢？之前我警告过你的话，你都当耳旁风吗？你管我兄长的腿也就罢了，还要管我和我母亲的关系，府中上下没有人管的事，与你有何相干呢？我要你来多嘴，难不成你真想在靖安王府待一辈子吗？那我倒是可以成全。我是看你生病了，眼睛看不见不方便，不然你以为我想管你啊？我要你管吗？行，你不需要我管，都是我好心当成驴肝肺。
出来。闲的没事做，就去领侍军冠。诺。放下！女郎，您别生气了。这什么地方？怎么绕来绕去还在文生院？女郎，世子不让您管，这不是正好吗？您为何这般生气？您究竟在气什么呀？我气什么？我气他好心当成驴肝肺，白瞎了我的审查稿。走吧。阿紫，世子出事了。他没出事，是我自己被他气出来了。阿紫，你是怎么忍受他的？世子表面严苛乖张，其实脾气很好的。他脾气还好。小脾气不算脾气，尤其是对身边人的小脾气。那你说说，你心目中的世子是个什么样的？霸占民女、冷落原配的大魔头？那倒也没有。之前确实是有这个误会，不过后来我看到你和袁家子在祈福书上写的话了，子期他也不是。你已经知道一部分了，不过还有一部分，你应当不知道。你在祈福牌上看到的名字，是我的丈夫，他是世子的副将，守城而死。城破的时候，我随军从医，被敌军掳走，关了1个多月。后来，世子带着大军援至，夺回石城，找到了我。不过没多久，我发现我怀了身孕，很多人质疑我的清白，怀疑这孩子的出身。夫家、娘家都逼我为夫君殉葬，不愿意承认这个孩子。世子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已经半个身子都躺在冰河中了。所以你嫁给了萧无义。世子以强战之名，替我挡住了所有人的质疑和威胁。谁敢去招惹一个臭名昭著的靖安王世子呢？后来我生下子期，萧无义告诉我，可以帮我们改换身份，远离健康，平安度日，又或者留下来，子期成为萧家的孩子，而我可以像从前一样，随军做一名大夫。你选择了后者。我想离我丈夫的埋骨之处更近一些，想救更多跟他一样的人。如果你问我，世子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我想，他一定是个好人。阿紫，其实真正不想让萧大哥上战场的，是老王妃吧？宁愿自己当个恶人，也不肯解释一句。真是个奇怪的人。哎，我都被你绕糊涂了。我原本是答应蕊生阿紫才来给你守夜的。我为萧大哥做马镫，是因为我不忍心看到一个有志青年因残疾而心生自卑，踌躇难行。所以无论有没有你，我都会帮他。我为你和王妃说话，是因为我听见你在梦里喊阿娘，也看见王妃偷偷将药送到门口。我知道你们母子彼此挂心，所以才多了句嘴。但行好事，为何要问缘由？再说你萧无一，哪怕没有阿茂，我也是拿你当朋友的。
我虽不懂超剧，也不认同你的许多做法，但我知道，在你心中仍是为百姓。莲花弩之案，你有10000个理由将罪责归在我身上，但你非但没有，还在北府将士面前为妙手正名，让我这么多年的心血没有白费。难道这样还不足以成为朋友吗？你知我决定将生死与共，笃信我不退避的执着。不过这朋友吧，也不是一厢情愿的。既然你在心中不拿我当朋友，还对我这么凶，那咱们的友谊就到今夜为止。你复眠之后，我们就桥归桥，路归路。你知我愿陪你直到最后，燃尽心中烈火，是真错。你们这的菜吃腻了，明天送点不一样的来。婆婆瓜有吗？不曾听过呀。那你跟我进来一下，画给你看。奇了怪了，来了那么多人，也不出屋，也不让人进去，吃个瓜就开门了，什么人啊这是？怎么了？女郎，不好了，鹰王和齐王殿下来了。他们怎么会来啊？现下小乌鸦还没复明呢。真有趣，消息可够快的。隔壁院都未必知道我的病，宫里和鹰王先知道了。听闻世子昨日骑马受伤，彼时在即，孤奉陛下太后之命前来问疾，而鹰王则是担心世子无法上场，特来问候。鹰王多虑了，我儿昨日不过受了点小伤，不影响比试的。那世子怎么还不出来相见呢？哎，昨日无一是不是宿在侧妃院内？你去催他一下。是，母亲。英雄难过温柔乡啊，也好，正好本王也准备了礼物，要送给府上的其他人。这是我精心为大公子所选。穆连瑜，你什么意思？不形象吗？本王很遗憾，从来没有与萧大公子对战。听闻早年间2位萧公子都有将帅之才，战场之上，大公子的战功从来不输2公子。可惜呀，如今北境只闻萧无一，不知萧安民呢。姓穆的，一大早上门来寻我们会齐，我看你根本就是不想好好和谈。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就没必要等什么比试了。你我现在就决一死战！来，父亲。没错，我就是这只瘸腿的猎狗。那鹰王殿下怎会知，这瘸腿的猎狗不会有上场厮杀的那日呢？那拭目以待。鹰王、齐王殿下，世子已经起了，正在花园等候2位。猜猜我在哪儿？哎，在这儿。抓不到我吧？猜猜我在哪边？就在这儿。他们来了，别跑啊！
这边在哪里啊？查到了。齐王殿下，冒犯了，参见殿下。听闻世子受伤，因本王好生担忧，怕影响比试。这如今看来，本王多虑了。世子这温柔乡，当真美丽啊！请吧。走。殷王与齐王，可要选1、2、5级作伴？不必了，世子无恙就好。如此孤也好回宫，向陛下太后回禀。殿下何必着急呀？难得萧世子有此雅兴，本王也有几处和谈条款，与萧世子好好聊一聊。不知殷王想聊什么？和亲。和亲？萧世子觉得，如今南叶朝廷，谁最合适啊？想必殷王是想反了吧？若要和亲，应当是贵国派公主来我们大业。不过如今聊这些都为时尚早，走马川洋中什么意外都有可能发生。今日就算你我聊得再投机，若是有谁不幸在比赛中丧失性命，不是都白聊了？说的也是。听闻南叶有投壶风雅之术，本王心向往之。今日能否请教世子一二啊？我可以教你。我请教世子，不是娘子。其实你们的投壶射覆和我们的走马穿杨差不多，只是我们北秦的人讲究的是畅快直接，所以投的不是壶，也不是箭靶，而是奴隶，是被掳来的战俘。我们把掳来的小奴隶们称为靶子，让他们惊慌逃窜，为了生存自相残杀，以为只要逃过今晚的箭矢就能够活命。只是我们知道，就算他们赢了，也会成为被命运选中的勇士，下一刻会被送到战场上，他们依然是排在第一排的幼儿，会死在同族的剑下。这就是南叶俘虏的下场。别怕。世子，投壶来源射礼，投壶者，不可使之过，亦不使之不及，恰取中正之道，不偏不倚，道之根底，修心养性，才是我大业兴盛投壶之由。岂图杀人之快哉！你吓着我的美人了，这可不是为客之道。本王冒昧了，不过，来日走马穿杨，图的就是杀人之快。萧世子，不要手下留情啊！自然。萧无意，你方才那剑太帅了，你怎么听出来那剑方位的？我都形容不出来。听声辨位，这样就算以后真的看不到了，也不影响带兵打仗。
小心脚下啊。萧无业，或许你认为我还不是你的朋友，但是我想告诉你一个秘密：我并非郡主亲生，而是郡主从慈幼院抱回来的孤儿。阿父阿母都以为我没有幼时的记忆，但其实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杀死我亲生父母的北秦人的长相：络腮胡、束发辫、长眉入鬓，还有他脸颊上的一颗痣。若非阿母垂怜，我的命就像方才鹰王口中那被戏弄而死的小奴隶一样。萧无业，你能赢鹰王第一次，你就能赢他第二次。这次比试，北府一定要赢，为这天下所有失去父母的孤儿赢。你也一定不能有事。像你这样的人，天生就该在战场上，让所有人都惧怕你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家喻骁友。你能看见我了？你方才怎么不早说？你什么时候看见的？女郎，世子，齐王殿下在外面等您，请您去见。好。世子，鹰王这么快就得到消息了，这北秦暗探的手都敢伸到我靖安王府里，也该敲山震虎动一动了。诺。阿妈，瑶瑶，无意到底怎么了？你猜到了，他骑马摔伤失明了，还能恢复吗？会不会影响比试啊？你别担心了，都是小伤，现在已经恢复了。小伤就好。若不是他指挥战术，再勇猛的战士也只是散兵游勇，他不能出错的。可今日鹰王为何来得如此突然？他一早入宫，有备而来，逼我一同问计，竟然是演这么一出好戏。无疑说的不错，他就是要想方设法破坏和谈。还好今日把他应付过去了，没让他发现北府兵有这么大一个弱点。瑶瑶，你不讨厌无一了吗？他这个人吧，虽然大多数时候还是挺讨厌的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但有一点无可挑剔。什么？他是大业的定海神针，只要有他在，有北府在，我们才能活得有些许尊严。我敬重他，必要的时候也必须保护他。阿茂，你挑朋友的眼光真不错。好在这胆战心惊的一切马上要结束了。这朝堂你不喜欢，我也不喜欢。瑶瑶，等和谈结束，我就来接你走，好不好？萧大哥，听说你们昨天下午骑马摔了，他严重吗？马上要比赛了，你们得小心啊。蕊山阿紫已经来看过了。这是我常用的金疮药，生肌活血止痛，都很有效果。萧大哥，你跟我来。啊。上次做的那副马镫还有缺陷，不够灵活。这是我受北府军中那位袁师傅的启发改良后的图纸。你若是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把它造出来，你再试试。算了，就算可以，无疑也不会让我上场的。我从袁师傅口中得知，很多年前萧无一曾委托过他，为你制造过一副相似的马镫。我不知道这中间出了什么变故，但至少他曾经是想让你回到战场的。
不看路啊？别计较了，是个瘸子。瘸子怎么了？就算只剩一只手，我依然可以揍你。逍遥，大哥，该回府了。滚！大哥，你真的很想去比这一场吗？我一直以为是无一看不起我，不想让我回北京拖累他。可是原来是母亲不想让我回战场。元姬啊，我就是想向你、向母亲，还有向所有人证明，我萧安民不是废物。哎，大老远把我从北京喊过来，就是为了让我收那丫头为徒。天资嘛，倒是有一些，不过我有啥好说？烧刀子女儿红，状元酿李卫青，想要哪个？不选，都要。我还要藏风炉。别想。萧无义，我给你造了这么多年武器，难道我就不能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兵舍？你倒是为了那个女的遮遮掩掩，不知道你图什么。她呀，她有才华在身，有可改天地的力量，自己却不知道。我却不愿明珠蒙尘。说不定她的梦想只是成为谁的妻子，某个孩子的母亲。我也没让你现在去找她。什么意思？你拿我当备选是不是？爱有所向又如何？抢回来就是了。你以为这是打仗啊？他既视我为友，那我便做朋友，也只做朋友。希望，若真有那一日，他能有的选，选择本身就是自由。你自己呢？我本就是身不由己的人，永远不会在他的选择之中。这个其实也不一定啊。我来算一下，她是3婚的命，丈夫是一个短命鬼。坏了，你该不会是她的第1任丈夫吧？你真信了？哎，萧无义啊，萧无义，当年9状元，我说你有性命之危，你不信，这样的屁话你反倒信了。我自然是不信命的，但若是好话，我也可以听听。30岁不到的短命鬼，这算什么好话？怎么不算呢？至少不是明日死，也不是明年死，怎么不算好话？好，有病。那我来看看你俩的姻缘线，看看。哎，不必。哎，看看吧。哎，别怂了你。喂，哎，你让我看看吧你。我真是的这。下雨了，我的皮革。女郎，你快回去吧，我来收拾就行了，你别生病了。哪里有这么娇气？这不是挺有趣的吗？快收快收，一张都不能落下，不然到时候萧大哥就来不及了。可世子又没有松口。无妨，反正萧无义他嘴硬心软。你先帮我把这些收回去。好。
着你的温热，回忆勾勒你的轮廓，天地在耳边静默。若逆着风，代价为何？执你执我，不负承诺，将信念的痕迹重合。这一程有多长，我只愿与你同往，哪怕生死之间走一趟。